思乡，泪断剑眼情多长，有多痛无此想，忘了你孤单魂随风荡，谁去逍遥痴情郎？这红尘的战场，千军万马，有谁能称王？我尽管谁敢闯？我明月，心里悲凉，千古轮回场，眼一闭，谁最狂妄？这世道的无常，注定敢爱的人身上。持续了1000年的时代已经结束了，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多了一片废墟。曾经广阔和辉煌的记忆平原，都在新世界的阴影中化作沙尘。那些曾经至死不休的顽强抵抗，在无情的铁蹄下逐个崩塌。曾经纷乱割裂的豪雄，被熔铸成完整的疆域。曾经震耳欲聋的喧哗，最终沉寂为一个声音。嬴政，这个帝国的主人，是中国的第1个皇帝，世称秦始皇。在旧时代的瓦砾上，他开始建造一个空前宏伟的梦想，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梦想。与此同时，在这片土地的深处，一座为他准备的巨大陵墓也在动工。他不停地扩充着军队，无论在陆地还是在地底，他都要做征服一切的霸主。为了这个充满野心的梦想，他要消除任何对帝国不利的阻碍。这2个人是相国大人亲口下令缉拿的重犯，在他们身上携带着危及整个帝国的重大机密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轻举妄动。天明，你害怕吗？不怕。他们那么多人不杀过来，你知道是为什么？看起来他们好像很害怕嘛。不错。他们这么怕你吗？他们不是怕我。那他们是怕什么？他们怕的是挡住我的去路而带来的后果。你要牢牢记住他们的眼神，这一辈子都不要忘记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弱者的眼神，你不能成为弱者。我要成为强者，总有一天我要变得和大叔一样强。要想成为强者，就不要回避心里的恐惧。我不会害怕的。恐惧并不是弱点，强者是要让你的敌人比你更恐惧。葛聂，你们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，赶快扔下武器！秦国第一剑客对抗秦国最精锐的铁骑兵，这场戏肯定会很精彩。
对那个小孩的调查结果如何呀？这个小孩叫天明，是一个孤儿，曾经被一对老夫妻收养。可是后来一场大火，老夫妻都死于火中，这个小孩就一直流落街头。1个月前，葛聂找到了他。孤儿、收养、火灾、流浪，小小年纪这么复杂的经历。这几年来，葛聂一直在暗中调查，就是为了找这个孩子。现在看起来是这样，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。这次葛聂的叛逃，应该对我们的行动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吧？这一点，相信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。相国大人希望先生能够跟我们回去，先生愿意合作，我们绝对不会伤害你们。啊！混蛋！一个葛聂，一个小孩，区区的2个人，居然让大秦300铁骑全军覆没。这样的战报，寡人怎么看都觉得荒唐。想当年，大秦攻打楚国，损兵10万，大败而归。第2年，寡人发5倍的兵力，即使顽强如楚国，也一样在大秦的铁骑下崩溃。哼，既然用300人抓不住，那就用3000人、3万人、30万。陛下，请息怒。大秦铁骑兵精于冲锋陷阵、攻城拔寨，但是对付葛聂这样江湖上的武道高手，并非他们所长。哼，剑是兵器之王，而葛聂就是剑客中的佼佼者。他在江湖中享有剑圣的名号，绝非浪得虚名。葛聂的叛逃绝对不是偶然的事件。据臣下所得到的情报，种种迹象表明，6国违逆势力正在酝酿一个对帝国不利的大阴谋。是这样，要铲除这样的江湖势力，必须以毒攻毒。以毒攻毒？你现在可有合适的人选？葛聂师出鬼谷派，鬼谷派历代掌门一生只收2名弟子，而奇特的是，这2名弟子从一开始就是对手，一个是纵，一个是横，势不两立。他们中间只能留下一个，那个人就是新一任的鬼谷先生。这种奇异的传统已经沿袭了几百年。葛聂就是2名弟子中的一个。啊！你们看，我们是来拜见这里的主人，这样接待客人的方式，实在是有损韩国的王族礼仪吧？这里的树林会吃人，诸位跟紧我，千万不要走丢了。啊！在下是秦国的李斯，否则你也不会活着见到我。竟敢用这种口气跟相国说话，放尊重些！古时候的好习惯都已经被遗忘了，说过一遍的话，偏偏有人不愿意记住。
韩国一直是一个讲究礼仪的国邦，这里的规矩果然很大。那个讲究礼仪的韩国已经不存在了，是在3年前被秦国消灭的。这一点李大人应该比我更清楚。先生曾经是韩王驾前最为出类拔萃的壮士，这样的才能，如果只在这片树林中沉睡，实在是有点太可惜了。哦，是吗？当今陛下是一位空前绝后的帝王。你说的是秦王嬴政？现在天底下只有一个王，就是大秦的王。他的霸业之路才刚刚起步，非常需要先生这样的优秀人才来共同。你远道而来，就是为了这一番败将封侯的陈词滥调，李大人让人有点失望。你不过和天下人一样而已，这也并不算是大错。你走吧。魏先生，有些话我不想说第2遍。诸位，请把你们的同伴也一并带走吧。好可怕的剑法，可惜比起葛聂的剑法来，还是只能屈居第2。葛聂，一个很难忘记的名字啊。这段时间，墨家活动频繁，筹划着对嬴政不利的计划，想必这也是李大人来找我的原因吧。当年魏先生一剑封侯，杀死墨家首领的事迹流传甚广，墨家弟子至今仍然对您闻风丧胆。这些年，他们在各地到处找我，就是想要杀我，为首领报仇。这次葛聂的行踪与墨家有很多关联。葛聂保护着的那个孩子是什么身份？一个不应该留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。我得到那个孩子，你得到葛聂。这是一笔交易，除此之外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们走吧。是。是不是要出发了？无双、苍狼、白凤，他们几个人现在何处？我去通知他们集合。无双就在离上党300里左右的深山中修炼。让无双先去查一下。一个人对付这么多敌人，实在是太帅了。这套剑法无论如何要让大叔教给我，看谁还敢欺负我。大叔受伤了，真是没有想到，这一路上他一个字都没提过。这就是强者吗？大叔，我们休息一会儿吧。你累了？大叔，你受伤了，流了好多血，得找大夫治。不要再走了。我们要去的地方很远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天明，你不是要做一个坚强的男子汉吗？这还用说？当然要了。那你记住，这条路你一定要走下去。无论我是否在你身边，知道吗？大叔，你要离开吗？哎呦！大叔也真让人伤脑筋，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还要死撑门面。好了，现在轮到我受罪了。不过放心吧，我会保护你的，你不会有事的。别忘了，你答应过要让我变成强者，不再受人欺负。大叔，喝点水吧。咦？
息会儿，马上你就可以吃到我给你准备的美味烤山鸡。有我这样的人在身边，你是不会吃苦的。别急，别急，再坚持一会儿。你们一起上吧！少主，你也真是的，这么认真，每次陪你练剑都要挂彩。如果正式面对敌人不认真的话，就不是挂彩的问题了。梁叔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嗯。有敌来犯！有敌人，大家准备御敌！站住！梁叔，你带人去探查情况，留下10个人保护村庄。少宇，你留在村子里。明白了，交给我吧。范师傅，为什么不让我去？统兵治帅，要能够坐镇三军，指挥若定。如果一有风吹草动，就大惊小怪，这就犯了为将5大忌讳中急躁的错误。啊，明白吗？啊？不准动！你们不许过来，否则对你们不客气。哼！你们是什么人？这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吧？那个躺在地上的人是谁？你们不准过来！这人受了重伤，谁把他打伤的？这和你们没关系。那刚才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刚才生了堆火，烤了一只山鸡，你们这群火鬼就突然冲了过来。不许乱说话！烤山鸡？梁叔，你看那小子手上的剑。小家伙，你手上那把剑从何而来？是我大叔的。给我看一看。凭什么给你看？少宇，小心点，这小子有点古怪。我只是看一下，看完就还你。不行，我可是很难拒绝的哦。少宇，小心！少主，小心啊！少主，好快的空手入白刃呐！好，把剑还给我！别动，不许动。这个看起来像是秦国文字。秦国文字？别动，别放开我！是秦国文字。别动！难道这小子是秦国的奸细？是不是冲着我们的行动来的？这不是一把普通的剑，它的主人身份必定不同寻常。小子，你的大叔叫什么名字？我不告诉你，你们这些坏蛋！看来刚才的火流星是一场误会，应该是这个小子烤山鸡歪打正着，意外的点亮了烟火。意外？今天这里是谁值夜？是阿龙。他人呢？哎，从刚才到现在一直没有看到过他。按理说他应该在这里站岗的。你们找的是不是这个人？是阿龙！阿龙被杀了！阿龙有敌人，大家小心！什么人？给我滚出来！把剑还给我！作战的时候真真假假，瞬息万变。大家小心，敌人在后面！阿根，阿亮！当所有人都为突如其来的袭击震惊时，天明的脑中却听到了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声音。
也许在未来的岁月里，你都要独自去面对危险和艰难。或许你永远都无法像其他的孩子，享受父母的呵护和温暖。但是你要记住一点，你所拥有的爱，并不比任何一个人少。你的生命，原本就是用巨大的代价换取的。所以，我的孩子，你不要害怕，你要坚强。是